这期节目也是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。我这个脚本其实做了很长时间，但是一直没做负载均衡，因为负载均衡怎么讲，我以为很难，但是其实没有那么难。今天就会把我集成到脚本里的 NGX 负载均衡跟大家讲一下，并且跟大家讲一下 NGX 负载均衡的一个配置是如何配置的。就即使你不用科技烂的快捷的负载均衡，你同样也能了解 NGX 它负载均衡是怎么样运作的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负载均衡是干什么的吧。负载均衡的话，它是 NGX 里的重要的一个功能啊，它就相当于我一个 NGX 能反向代理多个后端服务 IP 加端口。我 A 域名会有 A 域名后面的4-5台机器的IP 加端口的状态服务，这样的话呢，会有效的减少我们单点的服务器压力，让它们均衡掉，雨露均沾了。如果你单点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去这么搞你可以搞3台、搞4台、搞5台。我知道大家小机多，如果你做生产环境下的业务的话，用 NGX 这样去使用的非常简单。我们进入脚本看一下，选择时28，你可以在这边直接看到，随便给它一个域名，然后我们用的是这个域名。我们这边呢，选择先看一下 SSL TLS 这边，然后我们要选择这个完全严格。我们再回到这边来，解析了一个星号，星号就代表任何的前缀的，我们都可以解析到我们这台服务器上徕卡云、香港的 CN2GIA 这类的，最近也有做活动，每个月基本上都有活动，19块钱大概就能买到一台云服务器，非常简单。所以我就可以在这块想怎么打，想打什么都可以。后面就是用我解析的这个域名。所以我们回车一下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去反带多个 IP 加端口。比方说我要做一个加速站，尤其加速站的话，负载会特别大，我们需要46，而且它是一个无状态的。NGX 的话更擅长于反向代理这种无状态的。无状态是什么意思？我不需要有什么登录信息，有什么记录，它就只提供服务，它不存任何数据。有状态的，比方说用户信息带用户的这种，就不太建议直接负载均衡。当然，如果你把后端维护的好的话，那你可以。但是如果你没维护好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就拿这种无状态的去试。这边装一下默认的 IP 加端口，我们访问一下，这是一个 GitHub 的一个加速。我们再看这个同样也是 GitHub 的一个加速，这个 IP 是这个，就是另外一个。然后第3个站我们也好了，我们就拿这3个就来跟大家做反向代理，不是让一台机器接受请求了，是多台机器轮询的接受请求来去做这个负载均衡。那怎么操作呢？我们回到这边来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可以输入的就是 IP 加端口，这儿放一个空格，我们第2台机器是这个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冒号后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已经把3台机器的配置都已经放进来了，我们直接回车就行了。这个 NGX 为这个域名去申请证书，这证书呢是永久续签的，一个域名可以对应3个后端 IP 加端口，这边就已经反带成功了。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加速源的地址到我们的后端3个后端随便找一个，去到 GitHub 去把这个代码下来。对，我们到 KWeb 去看一下我们的域名，我们这边有超级多的域名。我们刚才那个 NGX 在哪儿呢？NGX 在这儿看到了吗？ NGX 看一下它的配置有什么区别我们选择8查看站点的配置信息，把我们站点复制进来，可以看到我们3台服务器就是我们反带的。如果你想再加服务器的话，你不需要再用脚本，你可以这样的再加一台，把你的 IP 改掉就行了。相当于我一个人这个后端能有这么多服务在给我提供，这个相当于一个组，这个组的名称location 这个块，在这个反带 place 里头，我们就会去用这个组，看到了吗？ https:// 后面这个组里就会有很多我们刚才配置的那个前后端 IP 加端口。下面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识别一系列的静态资源，这样的做了2个 location， 要用这个组。这个就是 NGX 站点大概的一个配置情况你们也可以去参考，其实很简单。原来在这个地方是直接显示我们的 IP 加端口的，
那我们现在打成一个组了，它里面能容纳 N 个 IP 加端口。保存一下 Ctrl+X+Y 回车。如果你是一个小站，天天就一两个 IP 在访问的话，你完全不需要。但是如果你是个大站，你是可以去考虑做负载均衡的业务，中后期还是比较有用的功能。我只是拿着最简单的举例子 ，Nginx 中后期大家能接触到的，非常能缓解服务器压力的一种解决方案。那今天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